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耐克专门为中国市场推出的 ST Flare， 全掌酷栩龙 3.0 泡棉加前掌 Zoom 气垫 ，XDR 的外底橡胶，还有一个特别厚实的界面。单支42.5码的重量突破了400克大关，差不多在410克左右。虽然这样的重量表现放在现如今根本不够看，算是一个略微偏重的重量，但是好在它的整体重量分布还算比较合理，上脚之后的体感重量并不会太重，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基础配置就差不多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它的抓地整体来说还算不错，大面积的人字纹纹路能够很好的应对大多数情况下的抓地。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大底造型非常的方正，尤其是在内侧。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篮球鞋多多少少都会在球鞋内侧做一些弧度，以便应对一些大幅度的变向。但是在这一双鞋身上，真的一点都没有。所以在我们做一些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时常会出现脚底下打滑的现象。如果你平时变向比较多，那这双鞋你大概率不会喜欢。而至于它的耐磨，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么粗这么深的纹路耐磨就不可能会差。而且外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也能达到65以上，打外场甚至是打水泥地也完全没有问题，放心穿就完事儿了，好吧？整双鞋的刚性表现非常出色，又硬又厚的外底橡胶让这一双鞋拥有了出色的中底刚性。而且这一双鞋的中底我大概率估计是有一块前插的板材在的，用手很难将它扭动。并且在实战的过程中，整一双鞋的刚性表现也非常棒。在做一些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脚底下的球鞋也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即使你平时打球的强度比较高，或者你自身的体重比较大，对于球鞋的刚性需求比较高，选择这一双鞋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就行。中底刚性较高的篮球鞋它的自然弯折点是否合理就会比较重要。ST Flare 在这一方面的处理还是比较到位的，它的自然弯折点位置恰到好处，长时间的穿着也完全不会有拉扯足弓的感觉，打完球足弓也不会有疲惫感，非常棒。不过有一点大家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它的中底刚性非常高，前掌并不算特别好弯折，把鞋完全热开之后才能比较好的去做一些变向动作，中底跟双脚之间的贴合度才会比较高一些。而且体重比较小且变向比较多的球员们，你们穿这一双鞋可能会觉得它的中底跟双脚之间不是特别的贴合，虽然上脚之后不会有什么板脚的感觉，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驾驭门槛在的。小体重的球员们还是慎重选择，好吧？至于它的稳定性，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棱角分明的外底造型就注定了这一双鞋它的整体调教是更加偏向于稳定的。ST Flare 一上脚之后，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整一双鞋非常稳。虽然它的重心并不算低，中底并不算贴地，但是平整且宽大的大底还是保证了它的稳定性。穿它打球，脚底下非常安心，在做动作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是如果你平时会更加喜欢那些灵活性比较出色的篮球鞋，那这一双鞋这种更加偏向于稳定的调教，你一定不会喜欢。你去选择一些弧形外底的篮球鞋，一定会更加适合你。OK， 基础性能聊完相信大家对这一双鞋的大致情况都已经了解了。除了在横向的抓地力以及灵活性方面不是特别出色之外，其他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不错。想要用来打球，想要用来打高强度的比赛，都没有任何问题。那这一双鞋的实战上限究竟高不高？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在风格化的处理方面做得怎么样，好吧？在脚型适配方面 ，ST Flare 用的是一个略微偏宽一些的鞋楦，对于脚型的包容度非常广。即使你是宽脚，选择这一双鞋也完全没有问题，毕竟是一双专门针对我们国内市场推出的鞋款嘛，鞋楦宽一点也非常正常。不过大家也能看到这双鞋的鞋头依旧是这几年耐克特别喜欢用的这种尖尖的鞋头，但是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完全没有感觉到大脚趾的挤压。我个人认为这一双鞋并没有什么母外翻的风险，当然可能因为是我的脚比较窄，不知道正在观看这一期视频的兄弟里面有没有脚比较宽又已经买了这一双鞋的，可以说说你穿这一双鞋的穿着体验有没有这种大脚趾被往里面挤压的这种感觉，好吧？虽然它用的是一个偏宽的鞋楦，但是它内部填充给的还是比较扎实的，即使你是窄脚，穿上鞋拉紧鞋带之后也能得到比较不错的静态包裹。但是也同样是因为它较为厚实的鞋面，导致这一双鞋非常捂脚，透气性非常糟糕。穿它打完球整一个鞋仓内部全都会湿透。在意透气性的兄弟们千万不要选择它，好吧？它一定会让你崩溃的。
而这种宽鞋楦加厚实填充的鞋面，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舒适的包裹体验。但是只要你的脚型并不宽，是正常脚型或者是偏窄的脚型，那一旦开始实战起来，你就会发现它的动态锁定是明显有所欠缺的。在变向的过程中，双脚在鞋内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位移。虽然它前掌有2对动态鞋带孔，但是拉紧之后，对于前掌的包裹加压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加成。可能宽脚的兄弟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如果你就是正常脚型或者就是窄脚，那它的前掌锁定一定没有办法让你满意。好在它的中后段锁定做的确实非常不错，在实战的过程中，脚踝处的鞋面能够牢牢的锁住我们的脚踝，不会有任何掉跟的感觉，在急停的时候也不会有顶脚趾的情况出现，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不过它的鞋面我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偏软了，虽然它在侧面做了不少的这种热熔材料的补强，但是在做一些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出现鞋面兜不住脚的情况。如果你平时打球的强度特别大，或者自身的体重特别大，那同时对于球鞋鞋面的强度要求又会比较高的，那可能这双鞋的鞋面并不能让你满意，好吧？至于它的中底，其实它的体验真的非常不错。酷使用 3.0 能带给我们非常出色的脚感，再加上中底不错的厚度，缓震非常棒。即使是在外场，即使是在水泥地上面，它的缓震也完全没有问题。我182斤的体重，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明显。只要你对于缓震的需求不是特别高那这一双鞋就一定能够满足你对于缓震的需求。而它前掌的气垫有一说一，真的感觉不到，但是在我们发力蹬地的时候，脚底下的感觉确实非常直接，完全不会泄力。加上它这一个大概率有着一块前插板材的中底，在突破的时候甚至能有一定的推进感。如果你平时更多的会去做一些直线的突破、直线的加速，那这一双鞋你一定会喜欢。它给到我们的推进感和力反馈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一点真的非常棒。而且这一双鞋它整一个跑跳体验也确实非常出彩，不管是在蓄力起跳的过程中，还是在正常跑动的过程中，中底的过渡都非常丝滑，不会有任何一丝断层感。跑跳型的球员，或者是追求第一步爆发突破的球员，这一双鞋的体验你应该会喜欢。ST Flare 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如果你是小快灵的球员，那这一双鞋一定不适合你，不算轻质的重量，偏向稳定的整体调教，再加上这一个不是那么容易弯折的中底，这一系列特性对于小快灵的球员都不是特别友好。但是如果你有一定的体重基础，脚底下比较有力，平时做变向又不是特别多，更多的还是去做一些直线加速、直线突破，那它出色的中底推进感以及优秀的中底刚性一定会让你满意。今年各大品牌的外场篮球鞋其实已经推出不少了，狂潮期不耐磨，而且还顶脚趾，反55强度差，包裹还不好。只有耐克这一双看似挺拉胯的 ST Flare 在实战方面的表现是能够让我满意的，甚至还能让我感觉到有那么一丝丝的惊喜。除了在横向移动的时候，它的抓地以及灵活度方面不是特别出色之外，其他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短板。只要你不是变向狂魔，只要你不是特别窄的脚型，想要购买一双外场篮球鞋，在今年的一众外场鞋当中，这一双 ST Flare 就是截止到今天我觉得最值得购买的。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